培训期间呢，保持住，花费总共。瑜伽哲学讲到灵魂生存也分4个阶段，刚开始人心是 Golden Age， 可以直接用心灵沟通。现代呢就是变成 Stone Age， 你的精神耗弱，但是你的物质就是非常非常发达。最棒的一个体验是静默日，那天你是不能吃东西的，不要跟别人交流，有点像是整个闭关的自己的感官会放大，有点像是排毒的感觉吧。如果断食是锻炼身体的话，那我觉得静默日就是锻炼你的灵魂。我以为瑜伽是一种优雅的运动，原来是成为隐士的修炼方式。这是为期28天27夜的瑜伽师资培训，会拥有一张美国认证的200小时 RYT 证书。我选的学校老师是最吸引我的地方，他其实也是个医生，所以他懂得融合瑜伽的传统观念和现代医学的优点。再来就是季节，为什么不选择最热门的 Rishikesh， 就是瑞士凯诗瑜伽之都呢？因为我去的时候是2月份，2月份其实在北部非常冷，所以我就选择了南方的一个海边小村庄。那时候季节是像夏天一样有海边，是在克拉拉邦里面，然后叫 Bekalar。他们甚至不说印地语，他们自己有自己的语言，官方语言叫马里亚人。他们的居民非常的淳朴跟祥和，跟北印度的气氛天差地远，所以我可以保证独旅是一个非常安全而且适合的地方。在报到入住的第一天呢，主要就是分配房间嘛，然后开始欢迎式。老师呢就发声明书和注意事项给大家签名之外呢，还有开光仪式。开光就是他会点那个印度传统的，在第3只眼眉心中间这边点那个一个祝福的红色的象征，叫宾底。然后再来就是很长的诵经声，因为印度神话里面的神明太多了，我其实记不起来那天到底唱什么歌，也唱了很多欢迎我们的神曲。其实早上6点的时候呢，有安排哈达瑜伽，在6点之前呢，你就要先起床准备。但其实在5点多的时候，隔壁的寺庙就开始播放诵经的声音，其实很像是李明的共享闹钟，你根本就不用调闹钟，因为就非常非常大声，大家就会自然而然的醒来。然后呢，6点呢就开始2个小时的哈达瑜伽，舒缓的哈达瑜伽呢，开启一天是最合适的。但我自己个人最喜欢前面和最后面的贪尸式，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夜猫子，我比较难这么早起床。然后练完2个小时之后呢，8点就要开始去吃早餐，就拿着自己专属的餐盘去排队吃早餐。早餐一定会有水果，很多的水果。然后另外一个主食呢，主食可能会是一些豆类啊、花生类、一些淀粉类的东西。还有什么像鸡眼豆、花生啊、绿豆啊、燕麦啊这种比较健康的五谷根茎类，就是我一定都会配一个主食，然后一个水果。好，稍微再休息一下，洗完碗盘排队洗完碗盘之后呢，10点到1点呢，就是连续3个小时的理论课。3小时的理论课包含什么呢？包含瑜伽哲学、冥想、呼吸法、体位法、睡眠瑜伽，还有就是我们之后如果当老师的话，要怎么去规划课程。3个小时的理论课其实蛮长的，有时候老师可能还会不下课，所以就是会自己去装水啊，或是上洗手间啊，自己掌握感控时间。3个小时理论课其实就是有时候有点昏昏欲睡，不过也从这3个小时的理论课看到，其实我同学们他其实都很 chill， 很做自己。有些就是可能直接听一听课就直接在那边躺着什么的，所以其实理论课也不是这么的严肃的。好，那上完3个小时的理论课呢，1点就可以开始去拿餐盘排队吃中餐了。中餐的部分呢是一天最丰盛的，因为我们要延续我们整个下午的能量，所以一定会有一个饭，然后还会有青菜，然后还会有2个蔬菜，然后再一个主食，主食可能是各种咖喱。他们其实只是很习惯把食物做的比较像 gravy 就是汤汁，有点像浓稠的汤料的那种感觉。我们华人比较喜欢炖东西，他们也很喜欢炖那些
蔬菜，然后吃完中餐呢也是稍微休息一下，每次都觉得时间过很快，4点就会开始2个小时的阿斯坦加瑜伽。它就是打破我对瑜伽所有想象，它是最难的瑜伽的一种。这个就是 Ashtanga Yoga， 它的难度可以怎么想象呢？你可以从这边看，这2个就是拜日式嘛，蓝色这个是我觉得我还可以解决的，然后呢再接下来的黄色这边有些我已经有些 hold 不住了，你看到有一些它是整个倒立的，然后再来到绿色已经有些人会受不了了，所以它总共加起来的这些动作，它是阿查兰嘎比尼亚萨流动瑜伽，阿斯坦加流动瑜伽。它有一些符号呢，是你可能做到一半，你可能要再回头，就是变换姿势，它是顺着的，从那个拜日式的一些动作接到其他动作，所以这一套做完，每次都是花了2个小时左右，或者是更长久。它的难度是有氧运动加自主重训，用自己身体做重训。这个难度可能刚开始老师都不敢帮我带着我们从头做到尾，这真的是突破了我对瑜伽的想象。它其实有很多动作，它需要练半年到1年，它才有办法做。像这个莲花座，我就是很佩服我有一些能够做到的同学。因为每个人的身体构造不一样，所以它有一些折中的替代方式。再来呢，练完之后就是大家就是疯狂暴汗，到6点之后就是开始晚餐时间，然后吃完晚餐之后呢就是自由的活动时，9点是熄灯睡觉。然后其实还蛮严格的因为有时候很早你看 WiFi 就会被关掉，他希望我们可以早点睡觉。但只有到礼拜六的时候呢是会一样，就是早上有哈达，然后中午有理论课，理论课完之后就下课了，所以礼拜六的下午开始就是自由时间，还有礼拜天整天也是休息。但是老师有特别叮咛我们绝对不能去做一些剧烈运动，比如说冲浪啊、爬山啊这种，因为我们需要保留体力去训练我们正规的课程。就是下课后的生活是怎么样的？除了就是去体验当地的印度生活之外，我觉得还有很特别，是老师有安插一些我们要体验的东西。比如说他会带我们去附近的更大的寺庙去参观他们当地居民是怎么祭拜他们的神明。所以那时候我因为那个来所以不能去，我从同学的叙述和他们的影片我觉得是很有趣的。还有一个就是睡眠瑜伽，我知道这个名词，但我是第一次体验，全部人就是躺在那个 yoga saha 里面。我对睡眠瑜伽的记忆大概只有不超过3分钟，我就直接睡了。然后后来我事后跟其他人同学讨论，因为很多人也是达到这种状态，其实非常非常非常的舒适。所以我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想要去进修睡眠瑜伽这个部分，应该可以很好的解决现代人睡眠的问题。觉得还有一个最棒的一个体验是静默日，就是有点像是把自己关闭的一个状态，就是你连一天你吃东西也不能，学校只会提供你一些柠檬水，然后还有几根芭蕉，那天你是不能吃东西的，除了你的味觉以外呢，然后你跟外界的沟通，就是你那天也不要跟别人说话，也不要跟别人交流，如果你跟别人对到眼的话呢，就是礼貌性的移开，然后不要有做太大的反应。觉得那一天呢有点像是整个闭关的自己的感官会放大，有点像是排毒的感觉吧。现在不是很流行就是节食嘛，如果断食是锻炼身体的话，那我觉得静默日就是锻炼你的灵魂跟你的心灵。觉得静默日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因为它还有融合一些印度的一些特色。我发给我们一个柠檬，柠檬代表就是你可以把一些怨念或者不好的东西全部都是注入到这个柠檬里面，就是把它打开，然后把柠檬汁挤掉，然后丢到大海里面，然后就是象征你新的开始。我觉得静默日是一个非常非常新的很酷的方式。我觉得第一个是语言对我来说其实是一种挑战，因为像是用全英文听理论课，其实刚开始有点吃力，因为很多专有名词，比如说在讲肌肉的时候，比如说背后的一个什么大背肌、什么小圆肌的那些的原始的语言是拉丁文，所以对我来说其实更难。我自己单独去外面学英文比起来的话，我觉得其实是一举数得。你又可以学瑜伽，然后你又可以去加强的英文，我觉得是蛮棒。下一步就是把西班牙文纳入我的学习的目标，因为我的有40个同学嘛，
其实大部分的人讲英文以外呢，还蛮多的，他母语是西班牙文，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会西班牙文的话，就等于你会了世界前3大语言，就可以走跳这个世界。然后另外的额外的收获是，我觉得全素的饮食我很惊艳，就是他们的文化是印度是一个很擅长煮素食的地方。就是我觉得台湾的素食不是很好吃，有一些就是真的很不错的素食店，我会一访再访之外，然后但是价位比较高，然后反而在印度素食是他们可以料理得非常好吃，然后又很普遍又是健康的。我觉得很大原因是因为它是香料国吧，它可以用香料把蔬果的味道弄得很有层次，但是又不像是重口味的肉料理，吃久了其实它会腻。在亚洲其实我们每餐的主食都有肉，其实很习惯了。所以在印度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收获是我吃素食，但是我非常的习惯，然后同时也觉得我精力充沛，因为他们会用其他的蛋白质去补充那个肉的部分。再来就是联合国般的环境，其实我同学呢最多是来自英国比较多，英国啊、西班牙、加拿大、美国、法国、意大利、波兰、挪威、墨西哥、德国、以色列、厄瓜多、阿根廷，还有一些印度移民。然后呢，我是一个唯一的亚洲人，就是我本人。虽然印度他们也是算亚洲了，其实我第一次在这么多元的环境里面，我反而从很E的外向人，然后变成很 I 的内向人。但是在那么密集的相处之后呢，我其实也交到了非常多的好朋友。比如说有瑜伽创业计划的 Stephanie， 他是来自厄瓜多，他原本是在米其林的餐厅里面工作，他其实也有在接行销计划，他希望以后要把这些技能全部结合起来帮助他创业。再来就是待过南非、西班牙、德国，然后一直觉得自己没办法回答自己从哪里来的 Gio， 他有着包整只手的刺青，他其实看起来很帅，但其实他在印度的偏乡当过志工，他有非常温暖的灵魂。还有就是跟我信仰相同佛教的 Marco 来自意大利，他曾经开玩笑说我是最好的亚洲老师，但实际上我是唯一的亚洲人。他算是一个很太阳系温暖的男孩子，所有人看到他就是整个的氛围都是被融化，然后充满笑容。他是一个很有能量的，也是一个摩羯座的男子哦，摩羯座的男子。再来就是西班牙的 Roger， 他是一个非常幽默的大叔系友人。他曾经在日本有游学，第一次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就很热情的说：“哦，如果我去西班牙的话，一定要找他，他可以接待我。”但是他长得就是好像大叔，没想到他可能比我小3岁，我其实超 shock， 因为我可能以为他大我10岁，是一个很幽默的西班牙男子。还有呢，德国混墨西哥的 Valentina， 但是他又在美国生活过，所以他有很多种文化的 mix， 是一个白白净净的妹子。今年也是他的漂泊之年，他刚从希腊过来，那他可能之后还要继续到处的旅行。还有就是用法文打天下的 Leonie， 他几乎不会说英文，我觉得他非常的勇敢。平常他就是用表情跟大家交流的，他连最后的考试就是要教课嘛，教同学们互相教的时候，他也是用法文教，然后他请他最好的朋友就是帮他翻译这样。我非常佩服他，在最后的时候才有跟他一点点交流。他其实是一个嬉皮，他是在法国的时候，他是开着他的露营车到处全国跑的。再来呢是我的2位室友 Mel 跟 Kella。Mel 现在人应该在澳洲打工度假，他其实讲着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腔英文，非常以西班牙文化为傲。再来是 Kella 完全不用任何 social media 的美国人，但她是在现实生活中非常的人来疯，是很有存在感的一个女生。她非常的E到不行，她拿电子阅读器时间竟然比拿着手机的时间还要多。我的2个室友非常可爱，他们常常嫌弃我就是不会拥抱，就是拍轻拍2下这样子，然后他们就会cos我，就是挖苦我说你为什么这么没有诚意。然后到最后我是被他们训练到就是可以就是深情的拥抱，然后这个拥抱不是跟家人，他们对朋友啊或是对男女朋友他们都愿意去表达。我觉得他们真的很 sweet 嘛，他也改变了我对人的距离之间的看法。以上这些我介绍的人，他们其实
我都有在专访他们关于瑜伽学校的感想，可以参考一下他们的感想，应该也许会有不同的看法。我会陆续的编辑上传，充满了欧洲人，可以说这里不是太像是印度，比较像是一个小欧盟人。其实我在下课的时候去闲晃，有碰到一个瑞士的爷爷，他10年前来第一次之后，他很常回去度假。当年这里全部都是法国人，还没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人。结果没想到最近10年，就是都变成整个欧盟都在这里。甚至我还有遇到另外一个德国的大叔，他也是在这边自产。最后有3个小心得。第一个就是呢，我觉得瑜伽这个运动的超乎我想象。看课表，一天只有4个小时瑜伽的时候，我觉得好像还有点少。现在就觉得太多了，因为其实我们老师有说过，外面在教书的时候大概就是 20% 到 30% 强度，但是师资培训大概强度是教的是 80% 或是更多。其实他就是用英文说 too much。然后我会说，其实早上的哈达瑜伽其实非常舒服，就是前面就是在休息的时候一阵子，然后还有给我们很多时间用呼吸去做准备。那下午的 Ashtanga 跟流动瑜伽就非常的逼人了。就是我们有4个礼拜嘛，差不多从第3个礼拜之后就开始有人陆续的去请假，他们可能是需要时间休息，然后有些人真的是受伤啊，就是扭到啊、拐到啊，有些人他可能直接去按摩放松。其实我觉得它的概念很像我在登山那种感觉，看起来好像在极度训练你的体力，但实际上训练你的心智的能力，你能不能坚持下去。总体来说呢，就是可以更认识自己的身体状态跟心灵的状态。好，最后一个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得到是，瑜伽它其实不是只是运动而已。以前我接触瑜伽的方式是健身房嘛，然后在健身房里面就是大概就是那40-50分钟，就是做完这些体式之后就当做运动回家就没事了。来到瑜伽学校之后，发现它其实结合了你的整个生活方式。人家说这是身心灵合一的一个运动，我觉得讲得很好。不管是你的作息也好，你的饮食也好，还有你的心境，就是 mindset 也好。老师有讲过一句话，我觉得我到现在都是还是很 sharp。他说他以前在教同学做某一个姿势，然后他倒数1、2、3、4、5、6、7、8嘛，闭上眼睛然后倒数这样。但是他发现闭眼睛是不好的，因为他们闭眼睛之后，他们就开始想一些除了这个姿势以外其他的事情，就比如说等一下下课要吃什么。瑜伽这个东西是你要就是在当下，你要 without thought， 不要有思想。有点像是打坐那样，就是冥想。所以你在做那个动作的时候，你是要身心可能全心贯注在你的动作上面，不可以有其他的想法。我觉得这个真的超级难。瑜伽是一个锻炼身心灵合一的一种方式，不是只是一个动作，不是时尚，然后不是只有拉筋，完全不是那样子。其实我之前有做过很多不同的运动和不同的锻炼方式，或是爬山也好，然后重训我还要买教练课。但是我还有去过打过拳击。我在做那些那些运动的时候，我其实还是很抽离的。有时候我还是会想着公司怎么样，然后主管怎么样，然后朋友怎么样，男友怎么样，家人怎么样，就是真的会有很多杂念。但是我觉得在这个上瑜伽课的时候，你真的是你可以很有效的去用完全全新的角度去看说你的身体的怎么样调配，你的心灵要怎么跟你的身体做互相的 balance， 这也可以解决一些睡眠的问题。我可能还会再去拿个300，因为200加300就是500个小时是完整的，但300应该会还要比这个还要更强度。我现在回来是必须把它变成一种习惯，我要习惯去每天都要练习，然后不管是作息跟饮食都要口笔。在上理论课的时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瑜伽哲学。瑜伽哲学是有讲到，所以其实人的心智有分4个阶段。他讲的是最刚开始人心是 golden age， 可以直接用心灵沟通，所以你的心是 golden。然后在这个现代呢，就是变成 stone age， 就是你心灵跟心灵之间沟通已经变得很低落了。你的精神耗弱，但是你的物质就是非常发达。以前可能是落后的，物质是低的，
然后你的心灵是高的，然后现在慢慢的直接超过了，心灵层次是低的，物质是非常非常发达，但心灵非常非常的低落。其实我是佛教徒啦，我觉得他还是很有趣的，有 match 到这件事情。然后老师还有说过 everything is nothing, nothing is everything。我就在想，这不是中文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吗？那时候我就看到很多同学就是傻，他们就傻眼，他们就是什么意思？但我那时候蛮庆幸，我还算是个大亚洲里面的东亚，还是听过这样的概念。哲学的这种东西，就是你需要跳脱不同的维度去看自己，然后还有看整个众生。如果我有机会的话，我真的会想要再回去。培训期间呢，包吃住，花费总共是$530，大约是台币16000左右，不包含个人花费。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瑜伽师资的上课的详细内容，可以在下方留言，或是到 Instagram 或是我的信箱去跟我交流。祝你休息愉快，拜拜。